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也都很关心，因为89网红的影片揭露了中国那边的这个台湾街头人说，有20万人在等着拿中国的身份证去申请了。那这件事情内政部有办法查吗？还是说只能查目前的民意代表、里长啊这些民意代表？哦，分成2个阶段了哈，就是说网红里面所提到说这个有人等着拿身份证这件事情了哈。第一个数目字是有点夸张哈，那但是我们从各地所收集到的资料，只要有人秀出来说他是真的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胞证。台胞证是有点像是旅行文件，那不一样哈，因为2个长得太像了哈。那我们只要确认清楚的话，就会约谈。好，那目前为止呢，有来约谈的人呢，大概是30多位左右。已经约了30多位。30多位，有的要给他时间，因为我们都是采取这个行政程序上要做好，也就是说要双挂号。万一你不在，比如说你出国去玩你没有接到，我们不能说你没接到我就自己把你的户籍取消掉，我想这样不行啦，在台湾的立场一定会被骂死。双挂号确认，然后请你过来面谈。那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是过年前了哈，我的资料大概是2位到3位被取消户籍。因为台湾的户籍跟住在中国的户籍是互斥的，所谓的户籍是你的居住所在地，你哪有可能你户籍这边也有，那边也有，好，这是互斥。另外一个国籍的部分也是互斥的了，哈，国籍是根据我们的国籍法，哈，对，所以呢，这2个呢，我们都会查，哈。那有确定清楚的被取消户籍之后，他可能接着下来，他在台湾的健保，哈，或是台湾的这个国籍，或是他的旅行文件，我们就会分别通知外交部跟通知卫福部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台湾的国籍或者台湾的户籍。我们就是按照户籍法跟国籍法上面的规定来处理哈。那这个程序呢，其实知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哈。所以呢，我们有没有机会知道说，哪20万人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确实不容易哈。那比较夸张的是，有一些娱乐界的人跟有一些号称是民意代表人说他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可是后来里面有1位到2位，我们去查了，结果是觉得他太夸张，他把他台胞证隐匿掉，台胞证是旅行文件，我们不会是因为你有台胞证去取消你的国籍跟取消你的户籍。对，当然。所以呢，他们在网红上面的流量呢就降低了，因为他自己不讲实话。好，那无论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查清楚，而且我们在查清楚的过程当中，我一再讲到，第一个。跟什么法理台独啦，或是什么法理的统一啦，完全没有关系。第一个，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地方，我们按照户籍法跟国籍法给我们的一个规定来处理。所以我每次如果有记者会，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站在内政部的部长的角色，我跟我们的同仁是在保存中华民国的最大利益。因为我们所用的就是宪法所赋予的户籍法跟国籍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这些不管是户籍法、国籍法或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不是新的，对，都是现在在做的。所以我是按照这样来处理，这是一阶段。好，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可能时期所在问的就是说，有一些中国的配偶进入台湾之后，他们先拿到这个户籍，先拿到身份证，但是因为他们要参政。参政之后，我们要求他是如果有当选，1年内要自己去取消掉他原来的第3国的国籍，对不起，外国国籍，好，那这个部分呢，一个已经被我们取消掉，叫石雪燕，其实他已经没有再继续当南投县议员，好。但是呢，我们觉得说还是要按照行政程序跟他讲到 ，sorry， 你不再具备有南投县议员的资格，就是连历史记录都不让你。那有要求说，那你当初的薪水要退回吗？要求薪水退回要由南投县议会跟他要求。好，为什么呢？然后他们就在骂说我们歧视中国人、歧视中国陆配等等，其实不是。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更歧视美国人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上一次被取消这个立委跟议员资格的一个叫做李庆安，对，他是美国的国籍，对，另外一个叫黄少廷，是高雄市议员，是美国国籍。那我变成我歧视美国人哦，对不对？我觉得说应该是站在我们的利益。为什么我讲到说我们是在为中华民国保存最大的利益？就是如果你有参政权，你是效忠哪一国的国旗，你是效忠哪一国的宪法？对于你有参政权，你当民意代表或者你有声量的时候，你应该对于这个国家的宪法里面所规范更紧密的忠诚的关系的程度。所以我是按照既有的法令来要求你。好，要么很简单，要不然你就放弃你的这个民选的资格，要么你就放弃外国的国籍。好，因为你知道很多陆配在台湾，他们就是具备有户籍上面的身份的关系，所以可以领那个健保啦等等这些。但是要参政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所说的，当你在签，坦白讲，他们都有签句节，只效忠于什么予以制成效忠宪法，那个宪法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啊。那你对于你自己签句节的宪法都不去遵行的时候，人家怎么会觉得说你会不会效忠中华民国政府里面所任何的法规规定？所以分两块，就一般人不是这些政治人物的话，你们在约谈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取消你的户籍，所以当事人也都知道。那他可不可以提早一步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不要取消台湾的户籍，我去那边办除籍。去哪里办除籍？去中国办除籍是可以啊。哦，他也可以去中国办除。我们有给他们时间，我们为什么给1年的时间？譬如说哈，2月1号有某某人当选，哈，那按照我们的规定，我们是跟他讲说1年内，麻烦你去办理这个取消掉外国国籍这件事情。1年内你往返，对，往返是没有问题。取消国籍是担任民意代表里面应该有的，哈。因为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比较没有这种。那你刚刚说年前有2到3位被取消户籍，这个是一般人，一般人他已经一般人他会就是你们告诉他说，如果你要保留的话，我就要除你的户籍咯。那他可以去中国办除中国户籍吗？可以啊，都可以啊，我们都给他们时间。所以这。我们不是随传随到，我们不是检察官，我们在做行政调查，但是我们会给他时间。所以这2到3位其实他们的选择就是好，那我就被中华民国取消户籍。对，这是他们自我的选择，就是。是。好，那民意代表的部分就当然，那你当初有签句节，那后来被查出来，你1年之内你没有拿出证据的话，那会怎么办？我们就会取消他的民代的资格，就像石学院一样。那但是石学院他也很聪明，他现在要提诉愿。我们内政部的诉愿的上一级机关就是行政院，所以他会跟行政院提诉愿，说我们这样子的行政处分不对，那我们就尊重诉愿结果。所以他这个案子目前在诉愿有提诉愿，可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取消他的县议员资格。好，另外还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巴炯也特别提到，对于一般人民来说，在新北跟台中都有办中国身份证的据点，然后当时你的讲法是说会去查，那这个部分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子哈，我们当然没有去看网红上面的东西啦，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资讯的来源，对，好，我们发现到说北中南都有所谓类似的公关公司或是咨询顾问公司，在帮忙人家办，他们就会打出来说，可以代办身份证，那也发现现在正在查，也发现到说他们打着这个以福建为主的某某这个公司的厦门分公司，或者是台湾分公司，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在查，看他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如果你要在台湾跟中国各自成立公司或者分公司的时候，你要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申请。那这些正在查当中，不是只有2家，比2家还要多，大概有3到5家左右。那可是，一般人如果他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然后他又跑去这些公关公司去申请了中国的国籍身份证的话，那我们一旦知道，就会取消他在他的中华民国国籍。两个，第一个我们会询问他
你想要保存哪个国籍？你要保存中华民国国籍，还是让他做自己的选择，还是你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你2个只能选一个。那你时间到了，如果你不要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台湾的法律来处理。OK， 了解。其实两岸之间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去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也有是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然后申请中华民国国籍的，都有，两边都有。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2者都得兼，尤其是民意代表。对，没错，对。不管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一样。是。然后有一个民意代表，桃园的叫詹江村，你刚有提到他们，就是说詹江村说我就有中国的身份证怎样，然后后来内政部就叫他1月17号之前要去做说明。那移民署，移民署，他是这样子，他说他已经在他的网络上面说他不是了，但是呢，这并不符合，一下是一下不是，很烦。这并不符合我们的行政程序法。所以我们在邀请他要过来面谈，时间快到了。所以他没有没有人在自己的脸书上说我是还是我不是啦。你要呈现出你的这个公文的文件或是证明文件。所以他面谈的时间还没到，我们再一次发文请他过来讲清楚，而且很少行政机关说我在我自己的脸书上说我是还是我不是，不是啊，你要把你的公文书拿出来跟我讲你是还是你不是，这才比较像约谈啊。也因为这些事件，然后所以呢，你被媒体联合报评论说，你根本就是政治部。对于这样的批评，你想法是什么？第一个，台湾不是共产国家，也不是独裁国家啦，内政部就是处理外交国防以外的一些内政的部分，我们当然不是所谓的政治部门啦。我也自己觉得很奇怪，到底为什么会叫政治部？叫做刚我所说的，我在帮我们自己的国家保存中华民国的最大利益。第一个，以台湾现在在那个国际上面的地位，或者是我们的两岸关系上面，我们不容许说有人踩着两脚踩两船。对。在中国说中国的好话，回到台湾呢，然后再骂台湾的政府，但是呢，你又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又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我们的户籍法或是我们的国籍法，大概都是互斥，不是互相相容。对，好，所以我们就做到我们应该做的部分，就这样而已。你看到这种状况，你会心里面觉得有点难过吗？就是为什么会是国内的人自己质疑你？国内的力量在质疑，这个。我想他们的错误的见解是在于说，好像我们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的在户籍跟国籍上面比较没有模糊的空间，应该是这样子哈。那再加上说现在两岸关系，而且呢，我所了解的部分就是两岸关系里面呢，它有一个统战的部分，以前叫做什么要反独促统啦哈，对，那现在叫做促融，融合的融哈。那促融呢，大致上的实验区大概是放在福建省。所以呢，不管是八炯也好，或者是詹江村，或者是一些其他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模模糊糊，一会儿是中国人，一会儿是台湾人，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福建他们的统战部门里面，他们会觉得说有一点点融的空间，就是说，我愿意两边都可以吸收，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习近平或者是说他们北京政府为主的一个政策。如果你现在去问北京，你说，我可不可以这个人同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又拥有中华民国国籍？他一定跟你讲 no。那既然他们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说我这个人是可以有中华民国国籍，也同时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们当然也是没有啊，就是我刚跟你讲的，对，这个所谓的国籍是互斥的，对。那我再坦白讲，我们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那边搞不清楚。我用美国为例，譬如说台湾的人想到美国去移民，你先去美国拿到绿卡的时候，你是美国公民吗？不是呢。好，可是呢，你要不要在美国纳税？要，因为你是绿卡。
但是你不是美国公民，你能不能选美国的参议员也不行，要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刚刚讲到台湾的户籍法或台湾的国籍法，或是我们现在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本来就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在处理。那不了解的人可能不了解，需要我们多做解释。可是了解的人故意用这样的符号给我们贴标签，我是没办法接受的。大家可以去讲，从赖总统上任之后，我们所用的这个法律基础跟蔡总统是一模一样啊，只不过有没有变成是媒体上讨论的焦点而已啊。就这样子。而且我们讲的部分，我都是讲的非常的中性。我绝对没有说三道四，然后点名东点名西。我每次在讲的时候，我都是跟媒体讲说，按照我们的法律，我的法律规定是什么？我只不过法律到了这个规定了，我就按照这样处理。而且我们行政程序是走好走满。我绝对没有说我讨厌你这个人，今天给你发文过去，明天你不过来讲，我就把你的户籍取消。取消户籍是一件多严重的事情啊！其实以前也有，以前在蔡总统或马总统时代，也有人户籍是被取消的，大家都忘记了而已。真的吗？譬如说，有人是人民大会里面的人大代表。什么？有一个高雄女中的，然后在那边说她是高雄妹妹，什么妹，对不对？那又不是什么小女孩我都快50-60岁了，对不对？结果呢，她还不是一样，还是不是被罚款就是被取消户籍啊？也有啊，都有啊。对。对哈，这样一讲我就想起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做的比别人更过啊，也没有啊，对，但是某种程度啦，你会不会觉得说，中国的统战其实手法是越来越多元，然后感觉真的有很多人受到影响，所以呢，变成矛头怎么会对准台湾自己？哇，内政部变政治部，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中国对于台湾希望能够这个慢慢的洗过去的法理上的渗透，对。那所以对于内政部来说，你们现在对于这些统战的手法，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公庙可能是一个大宗，里长团也可能是一个大宗，是这些都是你们管的那所以现在目前的不敢讲我们管，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沾到边的。对。然后刚刚时期也在问说，我们来约谈对象的时候，就是除了大家所知道的，就是有名的网红或者是有名的这些政治人物以外。其实我们所知道，就是说，透过所谓的咨询公司要去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啦，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永居证啦，很多人自己身上都背有一些刑事刑案的背景啦。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能在台湾这个触法了，然后他想要，就是有点他牵涉到诈骗呐。或者是杀人啊，或者干嘛的啊，所以想要到那边去啊，到那边去是不是想取得那边的身份证啊，比较好躲啊，躲藏啊。所以事实上我们也非常尊重，就是有些被取消户籍的人，因为他并不是台面上的人物，我们也没有公布啊。对，因为大家也不认识他们谁。是啊，公布了也没用啊。但是我们还是基于各自保护，不公布他的名字。所以为什么说上次我们只公布2个人名字？因为他们自己在网络上面自己讲我是谁。了解。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有一些过去，然后他想要去选择去其他地方躲藏也好，展开他的新人生也好。对，所以那可是他如果要去躲藏的话，那也应该在我们这边先服完刑啊，先前账清完，你再过去啊，不是吗？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过去的了哈，但是我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站在执法机关的立场，一定是惹人厌嘛。好，如果你很简单，如果你开车出去都是绿灯才走，然后都靠右走，当然你就不会拿到罚单啊。但是你又要红灯闯红灯，那你又要靠左边走，你当然会拿到那个这个罚单嘛。拿到罚单人会很高高兴兴接下罚单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还是一样，第一个我是政策的执行者，但是呢，我们下面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同仁啊，他们都是文官。他们在做执行的任务的时候，他们都是每一个条文都背得滚瓜烂熟才去处理啊，不是说我刘世芳下令你去处理谁就处理谁，我不喜欢谁就处理。我们不是以往那种这个军阀时代或者是共产主义国家，不是，我们就是有法律的依据在处理的。所以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同意或者你不高兴，你要走诉愿，我就尊重你诉愿啊，我也不会讲第2句话，就这样子。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太
给我们贴标签跟政治化。我想问一下宫庙渗透的问题啦，因为这个事情过去曾经出现过，台湾有一些庙，它竟然挂的是5星旗，然后呢，在彰化，对，然后现在比较多听到的状况就是说啊，用这个进香啦，然后绕境进香，对对对，那这些手法在大家就是大家不断的讨论之后，这种状况有变得比较改善一点了吗？第一个我们是高度的关注这些事情，因为台湾的宫庙真的很自由，对。坦白讲，虽然说我们服务的宫庙的对象大概是2万多间，但是我相信这个没有来登记的大概乘以10倍以上，或是100倍，我都不知道。但是呢，中国虽然没有宗教自由，可是透过宗教交流的活动来处理统战是有的。好，所以他们的统战部门也会透过所谓的宗庙，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绕境进香的方式我想我们很早以前就听过，就是关公啦、妈祖啦，这些都中国人，所以呢，大家都要互相交流，那以前的互相交流呢，就是有点太 over， 譬如说你刚刚所提到彰化，就直接在自己的庙上面升个5星旗，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透过这个宫庙交流来绕境进香，那在绕境进香的过程当中，就一直不断的给你传输说，你看。连妈祖都是中国人，所以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用这样子的，我当然讲得很简短用这样的方式来给你洗脑另外一个现在又更进一步就是我所说的什么叫促融呢？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妈祖的信徒那妈祖在福建有很多信徒不管是什么山或者什么岭，都是很多这信徒。那台湾也有。所以呢，你们要不要成立一个比如说妈祖联谊会下面的某分部或者譬如说我们在这个我现在直接讲实在不好意思，某个大山下面的譬如说叫做厦门有一个大的庙宇那庙宇到台湾不管到哪里，云林啦、嘉义啦或者哪，就是那你这是某大山下面的子庙，对，子庙或者你要不要成立这个妈祖的智库或者你要不要就在你们那个庙前面就挂一个，就说本庙宇是福建某妈祖什么庙的台湾分庙这样挂上去那很不幸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所以那会采取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是用劝说的方式。第一个没意义，台湾的信徒都是台湾的庙宇自己去找来的。对啊，台湾的信徒绝对不是中国来的，又不是信你那个山上的大庙。没错。那所以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信徒，自己有自己的祭拜活动，自己有自己的疑点，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疑点就好了。你本来讲台语就讲台语，你本来讲国语就讲国语，你本来是三跪九叩头，你就三跪九叩头。所以用劝说，更何况在台湾公庙的疑点，我们还是典故上面还是比较按照这个规矩来的。在中国大陆真的是按照疑点来处理吗？还是中国大陆的这些主其事者，其实他就是有渗透的这个统战部门在主导的，所以我们跟他讲说，能够不挂就不挂，因为没意义。也不是你挂了以后，你的这个捐献箱会多很多人民币，也没有，或者是多很多来从中国来的信徒，也都没有，所以能够不挂就不挂。所以我自己也去很多地方我觉得主席事的人都能够听得下去我们的说法。那所以我就一直在讲说，我们台湾很多公庙也好，或是宗教团体，我们都是用说服的方式跟他讲说，不需要去卷进去这种所谓的这个宗教统战的部分。那里长团的部分呢？譬如说里长揪团，然后去那边，价钱便宜的到那边很多人招待，然后可是最后要大家拉一个布条我们支持两岸一家亲。对。那现在是两岸一家亲的部分回到台湾尤其是在那个选举的时候，很多人是被用反渗透法送到这个地检署去侦办。那后来呢，大概就都无疾而终但是呢，有几个是出了状况无疾而终是因为你没有实际上的证据，因为他会说，这是我自己出了钱譬如说我们到这个福建那边去，我可能要出2万块，但是你2万块到那边以后，有多少人把2万块再回给你，回扣回去，变成你不用交那么多钱，我们不知道